大家好，这两天我们过年啊，这个在家就看了好多电影。昨天我们看了一个片儿，哎呀，感触特别深，所以我说一定要做一期这个节目啊！为什么选这个电影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它是一个非常老的电影，非常推荐啊！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名字呢叫《飞越疯人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很多人应该都看过。那这片呢很早，应该是在1976年啊，当时获得了第46届的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啊，包括男女主都是好像获了5个奖，应该啊非常经典。演员呢也是这个，我看他叫，我查一下，他叫杰克尼克尔森啊，杰克尼克尔森。他演过什么呢？我后来才知道，他演过那个《遗愿清单》，就两个老头那个啊。但他不是主角吧？是主角，两个老头之一，两个老人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蝙蝠侠的小丑的角色，早期。他是那个啊，对，一个黑人老头嘛，一个黑人。岁数大了，我想起来了，很早了。我们之后有机会啊，要看一下这个遗愿清单啊，我带你，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但我记得那个挺难受的啊，对，挺难受的啊。那我们就大概说一下剧情，然后简单我们聊聊这个感受，好吧？但是我们如果想详细了解，我觉得还要看片子。所有的电影，我觉得有这些年可能更实行一种文化，就比如5分钟看电影，10分钟看电影的啊。包括我们之前看鱿鱼游戏，我是知道剧情的，因为太长了。但是你真正看了这个作品和你大致了解，就听解说，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它的乐趣完全不一样，所以非常推荐啊看这个片子。你想我看了非常多电影，我还推荐这么一个老的片啊，意义非常深刻。这个剧情大概什么样呢？就是有一个男主啊，其实这个男主呢，他饰演这个男主啊，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坏人，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属于这个残渣了啊，之前呢，他就是5次斗殴就入狱，坐过5次牢啊，就基本上社会的一个这个比较是我们眼中比较坏的人。那这一次呢，这影片演的这一次呢，他也是就是不知悔改嘛，坐了5次牢还不知悔改。这次呢，强奸未成年少女，然后呢，他这次强奸完以后呢，要入狱嘛，所以他就不想入狱了。他就每次入狱，他还要干这个苦工苦力，他就不想入狱，他就装神经病了，你知道吗？他装神经病以后呢，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了，就没有把他送到监狱。他是为了逃啊，他以他的想法就是，我避免坐牢，我来精神病院，我就更自由自在了，我就躲过这个了。但是他没想到呢，他想象中的精神病院其实就并不是他期望的那种自由的避难所。其实这精神病院他可能来了以后发现更恐怖啊！他可能对，我觉得后来是恐怖了啊。开始呢觉得不理解，挺好玩。对，那这个精神病院里呢，它是有一套自己的秩序的啊，因为这里面人都是傻子嘛，他们每天都稀里糊涂的，然后呢吃药呀什么，就没有什么智商嘛，所以就是以另一个世界，所有的病人呢都受到这个严格的管制啊，每天就是吃药、听话、听组织安排、听领导安排。我觉得就跟哄小孩一样。对，之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觉得给我们感受非常深的，我们后面来分享啊。这个，那这里面呢就还有一个反派角色呢，就是医院里的这个护士长，一个女的，一个妇女吧，算老太太妇，我觉得那会儿还年轻啊，她就是他经常就是侮辱这个病人，还有这个，并且折磨他们了，就是没事放特别大的音乐呀，包括不让他们看那些球赛，就相当于就是跟养猪场似的啊，就基本上管了他们啊，就这样，其实没有什么自由。我就觉得这女的特别恐怖，因为她老吓那些精神病人啊。对，她演得好嘛，最佳女主嘛，奥斯卡是吗？演得真好，你知道吗？最佳女主，我看着她以后，我都想。对，那女的，对，那个女的，她电影也很多，我们可以之后给你找几部。演的真好。对，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你像男主，他是一个社会的这种，他都不是这种闲散人员，他是这种又各种嫖呀，各种的这个强奸呀、斗殴啊，就属于这个混社会人了。他遇到这种环境，就跟护士长就直接产生冲突了，各种的不协调。他包括是后来带这病人就这个出狱，他自己没有逃，他把病人带出去了，开的车把这个精神病带出去钓鱼去，然后找好几个妓女，大家就在船上玩，这样的特别欢乐。后来被抓走了，又电击他，然后回来又捣乱，就是反正是各种的。那以前精神病院呢，它是一种特别这种看似特别祥和、特别呆木的这种环境。那他来了之后呢，这个精神病人呢就觉得
原来我们还是需要欢乐、需要自由的。慢慢给带坏了。对对对，精神病相比来讲的话，他在社会上是一个坏人，但他来到这儿以后，他把人性最本质的东西，他带给了这些病人。病人就会发觉，我们之前待这个环境就是跟监狱一样，就跟牢房一样啊。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个病人当中有2个病友关系特别好啊，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其他人都是精神病。有2个病友，一个就是傻大个，就是那个印第安人的那个，应该叫酋长。他个头特别大，特别傻啊！其实他是装傻，后来其实我觉得他跟他一个性质，都是进来避难的。他们是避难的，对对对，他装傻，但其实他不傻啊。还有一个是真的傻，是一个年轻人，这个情窦初开了，喜欢谈恋爱，喜欢女人呀这种。对，我就觉得他是喜欢异性。小青年嘛，感情受挫才进不是，他就是情窦初开嘛，就跟船长一样嘛，年轻着呢，就跟船长前2天那种的，从未成年变成了成年人对对对，然后他在这个之间呢，他就老给他们，他带了好多女的嘛，他的自己的，他说是女朋友，其实不是女朋友，可能是妓女啊，可能什么样的人，就是对对玩伴啊，就是那个小青年。精神病小青年就是情窦初开，他就爱上了那个跟他带来那个女的嘛，其实就玩伴嘛。那女的可能就是就是那种比较乱的关系那种人嘛啊。那后来呢，第二次呢，这个男主呢就又把这个女的直接接到精神病院了。大晚上因为没有人管嘛，他收买了那个就是看管的那个警察，给他酒呀，给他带来一个女的，他们就在那边喝酒呀玩，然后是其他人呢就跟那个女的大家就喝酒呀跳舞呀就这么玩，然后最后呢他准备走了，他已经受够了这个精神病院的这种管制了，他准备离开了。但最后呢他在道别的时候呢，那个年轻的这病人就说你要走了，那个女的是不是也跟你一块走了？就他挺想那女的了，他就表达啊，对对对，男主呢就说那你既然这么喜欢的，你俩就上床呗。就把那个女的就大家就跟这个结婚那个入洞房似的，把他俩就关到屋里，他俩就是男女就发生关系了啊。那这一下呢，他们就没走了，他也没走了以后呢，第2天那个护士啊，这些警察什么就是看护人员都来了，发现就这个当天特别乱，现场特别乱，就开始就开始命令他们，就是开始骂他们，然后开始这个问谁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数病人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小孩没在，他们就找到那小孩跟一个女的脱光了，在那个屋里呢，就把那个小孩拉出来了。那个护士就直接就批评这孩子。那个孩子呢，觉得就他可能也醒悟了，他觉得我爱异性，我有爱情，我有身体的这些需求，我是自然的，这是我的权利，对，这是我的权利。但是这个护士就不行了，说那我就告诉你妈，你觉得你妈那个能不能同意？那这个时候相当于那个孩子，年轻那孩子就觉得非常恐怖，相当于应该是他妈是他的软肋嘛，然后就威胁他，那我就告诉你母亲，我跟你母亲还是朋友啊，反正不管是不是朋友，是不是骗他，都是骗子。反正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精神病人，他没有太多的认知，他的最大的软肋就是他的母亲，他世界里可能就只有他的妈妈，那他抓住他最重要的软肋去就是威胁他。相当于这个男的小孩受不了了，然后就自杀了，现场把那个脖子应该拉了动脉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这时候男主就爆发了，男主觉得太不可想象了，就是你这个么欺负对对，这么欺负人，致死了，对对对，他就直接就攻击那个护士长，就把那护士长掐死，你知道吗？那眼泪快掐死了，就掐那护士长，掐的时候特别解气，你知道吗？你太招恨了。演得特别好，然后快掐死的时候，来了一个警卫把他打晕了，相当于护士没死，但是快死了，差点杀了他。那这一下呢，整个这个事件就闹了一天。那把那个男主打晕了以后，直接就给男主带到医院里做了这个应该我看是叫额前叶啊，额前叶切除手术，应该是啊，相当于什么？把他做这手术，他就没有智商了，就是这植物人啊，对对，这人非常安逸，就没有什么思想，其实就跟傻了一样了。这个人从最开始的一个就我们讲的犯人，又强奸又殴打，就是各种闹，各种的这种思想脑洞大开的这种干脑洞大开的这种行为，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了，基本上就是一正常人，对，变成植物人。对，那这个时候呢，最后所有人把他那个警察把他们送回来的，看护人员把他送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傻了。那这个时候跟他特别最好的那个酋长大傻个
就我觉得也是感悟了啊，他觉得男主这样就跟死没有区别，男主就没有什么思想了啊，所以他最后就忍心的不想让他再痛苦下去，就给他杀了，拿枕头给他捂死了，这让他解脱了啊，对，让他解脱了。给他杀死以后，傻大个把那个有一个大石头，反正举起来了，就是医院里那个水龙头那种大石头举起来把门砸破了就跑出去了。对，他本来以前不愿意啊，对，还想躲着。对，最后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受男主的影响，就是男主没有走了，他就逃出了疯人院嘛。他可能觉得疯人院更恐怖。没错，感悟了。所有人都在给他叫好嘛，所以这部电影呢，它是这个飞越疯人院嘛，其实就是逃跑的意思嘛，逃跑疯人院的意思。整个电影呢，大概剧情这样了啊，但是细节还有很多。整个电影来讲的话，整体前半部分80%都是各种欢乐的这种气氛，各种故事啊，因为有各种精神病的这种形象啊，对，各种真的很好。它是一个标杆式的电影，所有后面的很多片我们看过，那小李的那个禁闭岛呀，包括之前国内小时候看那种电影，只要关于精神病有关的，我觉得这部片都是他们的鼻祖。我认为啊，都是鼻祖，已经教科书般的了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的话，就最后20%、10%的时候，它是一种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奈啊。从前面的欢乐忽然转变到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悲凉，而且是非常值得人去品味的啊，思考的。我是特别心堵。那这个剧情呢，非常的荒唐，我们看似包括呢也很有戏剧性啊，但是呢，其实在历史上是有真事儿的，你知道吗？是吗？对。那在之前呢，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教授叫罗森汉啊，他做了一个实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7个正常人，让这7个正常人啊教给他们，让他们怎么装成那个精神病啊，然后这些人不是精神病了吗？他们去测试，然后经过这个机构的认同，确认他们是精神病，他们装的嘛，就把他们关起来，关到精神病院了。那关进去之后，这些人再出来，就证明自己，就是我是装的精神病。我进去之后，我就告诉他们我是装的，我不用关进去。他们进去之后再想出来，就出不来了，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无法证明自己是这个不是精神病，你理解吗？这个还是实际来讲的话，真到那个时候的话，他们就被标签化了，就他们所有正常的行为都是会被定义成精神病，你理解吗？这个挺恐怖的。最长那个待了50多天才出来，啊，很多人都没有出来，就一直想了各种办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当时的这个实验特别轰动，啊，特别轰动。然后呢，精神病院都不干了。说你这样这个攻击我们，说我们精神病院把正常人就是相当于囚禁正常人，你理解吗？啊，就是这个没有科学性，不管是不是只要来了就走不了，然后就一起批评这个罗森汉这个人啊，然后他们还向罗森汉发起挑战，说你要是说你再重来一遍，是不是？你再给我派几些人，我们保证在几十天里都给你识别出来哪个是真犯人，哪个不是，绝对都清清楚楚的。罗森汉接受了，然后又做了一个实验，过了40天呢，你看啊，过了40天呢，所有精神病医院就筛选出了40多个人，说你这些人都是罗森汉派出来的，派出来是装精神病的，偷偷的进入我们医院的，装成精神病。但实际罗森汉就说了，我其实这次一个都没派，理解吗？所以就是从当时这个事件就导致，就是说大家认为精神病院是没有什么权威性跟科学性的，就非常的颜面扫地，整个内部非常黑暗。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我看这片子我就能理解了，你人没有，其实跟养老院我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你没有智商了，就是你没有一个维护权利的大脑了，你没有意识了，你就任人摆布嘛，你跟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嘛，那就一样的嘛，你就跟管老人跟小孩，他不会说话，他也没有意识，那就不是任人宰割嘛。其实在里面没有什么法律的，没有人，如果没有3方监管的话，就没有人替他们去伸张这个权益了啊，非常正常。但是现在的一个医疗技术，它可以鉴定这个人他有精神病，他应该医疗技术也能鉴定这个人是个正常人吧？那我不知道，没得过。现在我觉得好像抑郁症是可以鉴别的。之前那个谁，对，他是要出一个报告的。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抑郁症了，因为疫情嘛。因为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犯了杀人案了，他如果是精神病作案，可能和普通人他判的结果可能不太一样，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个医疗的
就是那么出那么一个结果。这就是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我认为还不是那么的严谨。打个比方，就是现实当中，现在现实当中，我们身边这个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事儿的很多人比如说做了一些事儿，极端的事情被抓起来送到精神病院，然后出来就傻了，有没有可能？包括他们吃的药，电影里面演到他们每天喂的药真的是治病的药吗？我觉得不是治病的药，它就是一种安定的药，或者让他们更糊涂的药。这真不好说。对，他要治病他早好了嘛，对吧？还有这种，就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八孩女，你记得吗？八孩女也是好人啊，最后为什么成精神病了呢？他可能都是受到外界刺激，就说那个意思啊。所以现实当中有很多就不是精神病的被关进去了，他关进去他证明自己也出不来嘛，你理解吗？就是你比如有人把我送进去了我现在也证明不了，我还是被关着。就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事儿的。你理解吗？不是说这个是你刚刚说那是我一会儿要说的，就是说这个片子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有更深的这个思考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细节，就是这个事情就最后他们喝酒呀开聚会，那个小孩自杀了，这个事完了以后，第二天那个护士不是戴那个护脖嘛，被那个人被男主快掐死了，他戴一护脖他戴一护脖就是继续那个医院精神病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正常。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病人还在正常的生活，打牌呀吃东西呀，还在那什么说它代表什么意思？我自己认为的就是说这个大家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就是其实前一天的聚会是所有人都受益的，所有病人都受益，大家都欢乐，都喝了吃了好东西，喝了酒了，跳了舞了。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只有发起者受到了迫害，所有人又回归了正常。你不觉得跟现实有很像吗？如此的冷漠，人们如此的冷漠，如此的自私其实是蛮像的。事不关己哈。我小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我们从小受到教育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听话，别惹事儿，要听领导安排，是不是？你要听老师话，要听老师话，要听领导话，要听等等，反正都是你的上级的话要听各种听话，少惹事儿遇见事儿别插手，别管闲事儿别管闲事儿，你自己好了。当然这是为我们好嘛为孩子好嘛，但你也体现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所以我一直也不认同的。我觉得在这片土地上，很多人，我之前那个有做过一个小节目就是说很多人是非常，包括这是文化很多人都是很崇尚体制和权威的。就是我们针对这个片子这部片子来讲的话，是崇尚权威的，只要有反对的声音就会被消灭他就那个环境，就医院我说的是精神病，他就那种环境嘛。你包括我们的家长，你管闲事干嘛？你管好那一亩三分地儿，你跟你有关系吗？是不是？你自己你先挣钱养活自己，你自己都吃不上饭，你还管别人？从小就受到从小都受到这种教育。包括今年我们聊那个这个新闻我说你是愿意听那个口才好的，但是给你洗脑的内容，还是听那个可能口才不那么好，但是说的是真实的事情的事儿呢？你更愿意听哪个呢？你更愿意听权威的呢？官方的、专家的、各种专家学者的，你还愿意听真实的身边发生的？但那个人他没有那么多渲染，可能你听的并不爱听的。但我觉得大多数应该都愿意听这更官方的对呀，他并不能鉴别出来那个是真话嘛。文化不同嘛甚至不相信自己身边发生的他更相信权威。这就是我认为这属于就崇尚权威嘛，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觉得大家都崇尚权威吗？有哪个权威是对的呢？我觉得也不尽然嘛，是吧？所以包括是那个护士长威胁那个青年病人，就年轻的那个精神病人，说我告诉你母亲就是非常巧妙。他抓住他，你说一个病人他本来就没有智商，你还拿住他最软肋的东西去攻击他，威胁他，是不是？因为他应该是每个病人他在之前都做好了每个病人的履历了，他都知道这个病人是因为什么得的这个病
就是哪个对他冲击大，所以他就肯定以他最他接受不了的那个点去戳他，让他变老实。我是这意思嘛，就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不管他是真实是他母亲的朋友那护士长，还是说就是做了资料了解了情况了，我觉得本来就是精神病人，他没有什么软肋，他就是软肋，他不像正常人，他没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他本来就是有病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去处理就是管理这些人，他还用最下作的，对，就特别就跟打个比方，你做错事，我不威胁你，我威胁你父母，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觉得特别可怜那个病人。我觉得是更卑鄙。我再打个比方，护士长是这样。我再打个比方，前面有个新闻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句名言，就叫儿子是他的软肋，知不知道这个新闻？知道吗？不知道。就是这个哪个区啊？就是那昌平区好像是，就是说那个一个业主，他这个社区要求他干嘛，他不配合，他说你要这样的话会影响你3代的。影响你孩子念书，影响你什么？这就是赤裸的威胁嘛，你理解吗？就是我想指的就是说，精神病院的院长他处理这些病人就很简单，他们都是有病的，你还用他最软肋、最脆弱的东西去刺激他，你不觉得很卑鄙吗？对吧？我觉得是他很巧妙用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你的儿子是你的软肋是一个意思的，就跟犯罪了，你犯罪了，你不能说你犯罪了，你归不归？你不归，我把你父母判了，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那是70几年的时候就做出这么巧妙的情节，我觉得真的是演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很多环境、很多这个世界呀，真的是跟精神病院没有什么区别。你说谁是病人，谁是正常人呀？你像我们也是这个，我们刚才那期讲的，我们跟这个一吃饭呀，跟亲戚坐一块儿，他不干了，不知道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你说，来过来了，真是大爷，你是。我讲的就是说，我包括我们今年这几年啊，比如说我们跟同学，像我更明显，我跟同学呀、跟亲戚啊，你比如坐在一桌吃饭，我真的就是可能聊的内容就想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可能他们就聊这种家常呀、孩子学习呀、工作呀，可能我就觉得我插不上话，你理解吗？那你说在他们眼里我是精神病还是正常？是啊，我是在我眼里可能我觉得人是精神病，但是在大多数人里，他们就觉得我是精神病。对那你怎么能证明你证不了的？所以很多时候啊，包括你单位也是，你像我们职场过来的人，你单位也是的。尤其这些年有些地方的这种环境，那努力干活的人是精神病呢，还是拍马屁的人是精神病呢？那拍马屁的人是精神病的话，那为什么拍马屁的人都会过得更好呢？这个埋头苦干的人为什么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呢？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最后，这个一年大个啊跑出去。他是真的是打破了，就是把视觉到达了极致，就终于是有一个人出去了啊，还不是男主本身他具备这样的条件，但他没有出去，但是天天住在那里有能力跑的人没有跑，但是最后这个小大个跑了啊，我觉得是他真的是这个希望人们冲出牢笼，冲出自己的这个一直罩住自己、限制自己的思想啊，限制自己的一个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仅从电影上去思考啊，仅从电影上思考。包括最后还有一个细节，我再分享一个细节，你记不记得那个护士被掐完以后，第二天特别好，特别温柔，特别慈祥，所以我觉得就是收拾他一顿就是还要有反抗的，很多事情也要有反抗的，不能太给脸。对呀，你不反抗，他不知道你红线呀。细细品味啊，细细品味。所以我们再次的啊，如果能看到这期节目，我们非常推荐的，如果有时间，好好去重新看一下这部电影《飞越疯人院》，好吧？非常值得这个品味，包括非常开心，它设计非常巧妙，好吧？非常推荐，非常推荐。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好吗？好，拜拜。
这个演员呢，我查了一下，他叫这个Jack Nicholson 啊，要不直接中文译出来吧？杰克 Jock Nicholson。行不行？别搞笑行，直接大过年的去医院啊！走了，笑死我！